好，接下来赶快来看到是缅甸狂轰的 KK 园区，现在被夷平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背后北京有这个警告，有关于 KK 园区的发展。那么另外一方面，700亿美元的诈骗帝国，真的缅甸的这个国民军舍得砍下去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观察。而这个是来自于缅甸的最新消息，军方跟边防卫队联手炸毁了一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哦，非常多的白烟。这个是妙瓦底这边的一个经济特区。一栋12层楼高的大楼就这样子哦，冒出了白烟，把它炸毁了。那浓烟是直冲天际，震撼了整个泰缅在这边的一个边境地区。军政府是说，我们现在要展示打击跨国诈骗的决心，但是外界也不太买单，因为他们觉得说，缅甸啊，你这个军政府过去几年一直偷偷的默许这个诈骗集团来做经营，而且还被爆出你跟 KK 园区是有抽分红的，那所以你这些动作是不是都只是作秀呢？甚至《卫报》也这边做了一个报道，他认为说这些作秀其实都只是做给中国大陆看的。《纽约时报》也这样说分析啊，他说缅甸的扫荡式这种演练式的突袭，只是炸毁了他们的废楼而已，根本伤不动他的核心利益啊。节目一开始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呢？这个缅甸到底是打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只有大陆施压，缅甸才会真的动起来？但是真的敢动吗？动了他们的黑金最赚钱的毒瘤，赖老师怎么看？这很明显是打假，大家都知道，一看就知道是打假的。就好像上次去妙瓦底抄底的时候也是抄假的，为什么？因为你最重要是你要先断金流嘛。像美国他的做法就很有趣了，他用骇客进去，直接把你的钱拿光，把你的比特币拿光，那现在这个比特币中国大陆在跟他追讨啊，为什么？因为受害者大部分是中国大陆的民众啊，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你要有够狠的手段，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是被胁迫进去的，但有一些人他不是被胁迫。他是本身就是主谋从犯，所以应该分成2种人，有主谋从犯，也有被胁迫的。可是他是一个诈骗集团。那对缅甸的军政府来说的话，这个诈骗集团很好用啊，因为他从中比他种鸦片还好，还方便。为什么？你种鸦片，你卖毒品，你还要提炼，你还要想办法把它卖出去，卖出去你可能还会遭受到攻击，而且还有很多的风险。好。可是诈骗集团我直接抽成，这个对于这些军阀来说的话，对这些地方政府来说，这个腐败的来源，让他能够养他的军队，让他的政府能够运转，让他的军阀能够过得好日子，他何乐而不为？所以他当然对于这个诈骗集团视同是他的金鸡母啊。可是问题是，这个诈骗集团害了多少人？对。那他现在已经扩大从中国大陆，过去是伤害我们台湾人嘛，然后现在不但是伤害大陆人，现在日本人、韩国人，现在连欧洲人、美国人都受伤害了，他的往外扩散的情况越来越大。那您提到了，也就是说，为什么就中国大陆有办法？就是我是先外交通知你，我再知会你，再召会你，你不理的话，那我就自己动手了。而中国大陆确实有能力动手啊！中国大陆真的要处理的话，你看上次湄公河的命案，中国大陆就直接处理，就最后把这个犯罪集团就整个窝都端了嘛，然后直接人就押回中国大陆，就直接审判完就枪毙了。那这是什么？因为大陆他知道我今天是礼貌性，我召会你，外交召会你，尊重你。可是你如果真的不处理，你变成由你这个政府来养一个犯罪集团，伤害我的人民，我没办法接受了。那一旦没办法接受，那当然坦白说，在整个世界上，在缅甸旁边最强大的国家就是中国嘛。中国大陆当然有能力去处理。我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缅甸这个军政府，如果他不恢复他的好的政治秩序，他不恢复他的社会秩序，不恢复他的法律秩序。你想犯罪集团都窝在那个地方，那这个还得了啊？这个伤害多少人啊？坦白说，我觉得这些诈骗集团是真的是应该要严刑峻法，要
好好的来处理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缅甸军政府这一次的轰炸被视为是一个假戏，那这个假戏到底还会做多久呢？什么时候才会恢复一个政府该有的运作方式？那主要原因就是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建构一条黑金产业链，对他们来说真的利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现在根据整个地图打开来，可以看到整个跨越到湄公河的巨型黑金链都被缅甸给完整的给建立起来。那全球诈骗产值现在根据资料显示有700亿美元，主要都是来自于这个东南亚国家。那光是湄公河流域这边的诈骗年产值更是440亿美元，这么高的一个金额，占地区 GDP 竟然是高达40%了。缅甸的政府每年光是从水沟谷吸金，竟然高达了1.92亿美元，他们真的舍得拔掉这么高等级的摇钱树吗？委员怎么看？没有办法，缅甸如果没有被外来统治，改变不了这个局面。我们先从它被英国殖民的时候，英国为了要控制大多数人口，就是缅甸族，去培养很多的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借着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来钳制最大的民族缅甸族。所以这先天性会造成缅甸族最大的族群跟其他少数民族的仇恨跟互相不相信。那接下来，后来为了要缅甸独立之后，为了要去反过来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缅甸军方就在整个政府里面就突出了，就说缅甸人民相信只有缅甸军方能够钳制少数民族的武力，因为一直都有冲突嘛，对，所以少数民族，所以军方就取得，那军方会取得财政，军方就直接控制了所有的国营事业，几乎都是军方设立的。所以等于是军方已经控制了国家了，那再加上缅甸的民选的政府，一个比一个弱，一个比一个逊色。虽然有个民主国家的模样，可是就是那什么发生什么事，就是非常的弱啊。那所以跟军政府之间军政府也不肯放权啊，这个问题就一直弄下去。最后什么？缅甸中央政府非常的脆弱，然后地方武装为了对抗中央政府。而且是缅甸有130几个民族，有数十个地方的这些民族的武装力量，什么善邦、克伦邦、克也邦，什么一大堆的，所以结果大家都要养军队。养军队以缅甸的整个全国的 GDP 只有650亿耶，不到台湾的1/10。那人均总是650亿，人均平均是1200块美金啊，所以表示要活下去只有。GDP 上没有的非法的地下经济才活得下去嘛？那非法经济是什么？就贩毒啊。那后来被台湾人发明的电信诈骗，传给中国大陆人，中国大陆人发扬光大，台湾黑帮跟中国黑都跑到缅甸去设，然后跟军政府跟地方武装力量等于军阀割据，互相分润。那毒品也一样啊，缅甸的这些毒品的种植的农民其实大部分被这些地方势力拿走了，一般的农民都赚不到什么钱，所以这个问题，你说诈骗园区炸那栋大楼能够结束，那是炸给你看，我同意这个来说炸给你看，给中国做交代啊，中国很无可奈何，中国又不能直接派兵去，对不对？又不能去殖民统治这个缅甸，所以这个问题只能拖下去，短期内根本找不到任何解放。好，所以缅甸现在看起来靠2个重要为生啊，就是诈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委员帮我们特别提到的毒品。那我们就来看到，那现在到底毒品在当地是有多猖獗？因为这是最新，同样是来自于联合国的最新报告，说今年缅甸光是它的这个罂粟的种植面积啊，暴增幅度快要20%，达到17%。其中几个重要的地区，我们来看到罂粟种植年增幅，刚刚提了嘛，17%。那东部的善邦这些少数民族暴增32%，青邦26%，那南善邦就有44%。总的来说，北部大概种植面积552公顷，已经成为缅甸真正的经济命脉，怎么办？李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一场大楼被炸掉真的是一个诈骗集团在演一场诈骗的戏给全世界看，不就是如此吗？对。那我们要知道，所谓泰缅边界一直长期以来都是一种无政府状态。那刚开始这边的这种老百姓，他为了要生活他这个不去从事正当的农业生产，他用种这个罂粟花是最快的方式。
那种了这个罂粟花来讲的话，制造这种毒品，它当然需要有武力来保护他们，所以他们卖了钱以后就去养军队，那这些军队就变成地方武装组织。那你说这个政府军为什么不去剿灭他们？因为政府军后来也参与他们的一份子。当我没办法消灭你之后，我就跟你一起共生共荣，一起生活在一起。那为什么我讲这个话呢？大家看一下，我们光讲缅甸现在军政府叫敏昂莱哈。他派了一个在这个妙瓦底这边的这个叫做边防司令的哈，叫索奇都的，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也讨论过哈。而索奇都事实上他不是军人出身，他也是这个地方的商人出身哈。但是因为他掌控这个地方，他太太跟他的小孩各分配诈骗集团的这种等于说 CEO 啦，有的是当这个公司的 CEO， 有的是当这个地方的警察或者是地方武力组织。那索奇都他每年赚的钱，他会贡献一半给敏昂莱，那是不是形成一个利益共生体？所以大家讲生产链，我倒是认为说是一个产业链哈。大家看一下，我数给大家听。第一个这个毒品哈，那有毒品有没有走私的人员？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你诈骗集团有诈骗的人员，有诈骗人员一定有电信，一定有金融，一定有水电哈，一定形成一个集体的一个团队。那当然也有地方武装的势力。所以这个盘根错节，这个严重之深，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中的。那你说，我们光讲说是像缅甸，说它是一个这种军政府，等于说是一个这种也类似一个军阀的组织了。那难道泰国就没有吗？它的电从哪里来的？不就是你泰国继续供应它的吗？我们之前就传说过这样，甚至于说是电信集团有没有参与其中，甚至于我们之前说马斯克，甚至于他的星链计划都有提供他